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甄嬛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得力助手崔槿汐。甄嬛对槿汐从初见时的怀疑防备，到后期的信任依靠，槿汐用实力证明了她是一个有智慧、有忠心的好助手。而与简秋、宋芝等陪嫁宫女相比，她与甄嬛之间没有依附关系，人格上更加独立。她与甄嬛之间是相互选择的关系，是甄嬛用个人魅力征服了槿汐，槿汐选择了对甄嬛忠心，反过来，槿汐的忠心和能力让甄嬛对她逐步信任。槿汐有两个看似矛盾的选择，证明了她的个体独立性，也看出她确实是一个狠角色。第一，到年龄后选择不出宫。一般的宫女从10几岁进宫，在宫中干上几年之后，等到年龄大了是可以特赦出宫的。很多宫女都是少女时期进宫，见惯了后宫的明争暗斗，积攒一些嫁妆，等到年龄大了就出宫，然后找个普通人嫁了，也算后半生有了依靠。槿汐初进宫时，作为小宫女也经常受人欺负，当时的纯元皇后待人宽厚，给过她温暖，让她记了很长时间。随着入宫时间的增长，槿汐的能力逐渐显现，也做到资深宫女的位置，在后宫的日子也渐渐好过起来，但仍然是一个伺候人的差事。等到其他宫女到年龄出宫，槿汐仍然选择了留下，她的理由是她在宫外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还不如留在宫中。选择留在宫中，就选择了在此终老一生。等到年纪大了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主子，日子过得不会太好。从槿汐的经历来看，槿汐伺候过好几位主子，在伺候甄嬛之前，她跟着一位太妃好些年。太妃都是过气的主子，主子本身日子不好过，想要照拂身边的人就比较困难。对这样的结果，槿汐是能够预料到的，但她宁愿在宫中孤老一生，也不愿随随便便出宫找个人嫁了。第二，拒绝了苏培盛的示好。从后来苏培盛和槿汐的关系来看，槿汐能够去甄嬛宫中，苏培盛是帮过忙的。一个伺候太妃的宫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。苏培盛和崔槿汐是老乡，两个人早就认识，并且苏培盛对槿汐早有好感。甄嬛进宫，皇帝见了他眼冒星光，苏培盛是了解皇帝心思的，猜到甄嬛迟早会发达，提前把槿汐放到甄嬛宫中，如果甄嬛得了势，槿汐肯定会跟着沾光。苏培盛的心意，槿汐早已知晓，也知道宫中很多太监宫女选择对时，以慰藉孤独的心。槿汐既然选择了不出宫，那后宫就是她的归宿。苏培盛是皇帝最信任的人，如果跟了苏培盛，那她的后半生不仅会衣食无忧，还会得到苏培盛的庇护，在后宫会生活得很好。但槿汐一直没有接受苏培盛，直到甄嬛打算重新回宫，为了帮助甄嬛，槿汐才选择了去找苏培盛。槿汐刚开始为什么拒绝苏培盛呢？从这一点看出，槿汐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对物质享受等比较在乎的人，她更注重的是内心的感受。她既然选择了后宫，就想到了自己在宫中的结局，会一个人孤独终老，她做出了选择，就能够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。以槿汐当时的能力，即使不能够跟着主子发达，但至少能够保全自己，让自己可以生活得不错。留在宫中孤独终老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。见惯了皇帝的薄情，她并不相信跟了苏培盛能让她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变，况且这种改变也是她不需要的。她更需要的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感，虽不能大富大贵，但可以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不失控，按照自己的心意过好下半辈子。槿汐曾经和甄嬛探讨过，一个对物质过度追求的人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，这一点两个人达成了共识。甄嬛不贪图物质，自己有了好的东西，或者用来送给其他妃嫔，或者打赏下人，她自己并不注重。同样，槿汐也不注重这些，她更重情，能看得到大局。甄嬛被贬出宫，槿汐自愿跟随，当时甄嬛的结局很难被预料，大概率是在外面受苦，永远不能回宫。虽如此，槿汐还是愿意跟随他出宫，跟着他一起受苦。甄嬛可以称得上是槿汐的伯乐，让槿汐有了用武之地，而且甄嬛对他的信任超过了贴身带来的留珠和浣碧，
这让锦溪感念他的知遇之恩。一个不追求物质享受，愿意独来独往的工人，他没有别的牵挂。如果谁对他好，让他觉得值得托付，他是可以付出真心的。甄嬛就是他找到的那个人。从他选择不出宫和拒绝苏培盛来看，他虽然地位不高，但是有独立人格，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选择，而不像简秋和宋芝，为主子的喜好为喜好，为主子的需要为需要。这也是甄嬛依靠他欣赏他的重要原因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